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真的是一份能彻底改变生活、极具力量的心灵减法指南。如果你曾经觉得每天的生活都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拉锯战，好像无时无刻都在跟这个世界对抗，那么请你一定要听下去，因为我们今天要结合瑞典超级畅销书《我可能错了》，还有2000多年前的庄子哲学，来给大家做一场大脑的 SPA。这份解析绝对能帮我们从超混乱的现代生活中抽丝剥茧，找到那种内心真正的澄明与平静。这绝对是现代人必备的庄子视角哦。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重点吧。你能不能诚实地问问自己，你是不是常常因为坚持我才是对的而觉得心力交瘁呢？回想一下最近的一次吵架，可能只是为了一个工作专案到底该怎么做，或者就只是另一半无心的一句话。在这个现代社会啊，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超速运转，疯狂地对周遭的人事物下判断、贴标签。我们太想掌控一切了，每次一有争论就心跳加速、面红耳赤，拼了老命就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但说真的，这有让你比较快乐吗？完全没有嘛，反而让人际关系充满摩擦，心里也堆满了焦虑跟疲惫。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严重心理内耗。为了找出这种焦虑的解药，我们要来认识一位超级特别的核心人物，他叫做比约恩·纳体寇林德布劳。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他26岁那年，他正处于大家眼里那种人生胜利组的巅峰，是一家跨国企业的财务长。但是呢，他却做了一个跌破所有人眼镜的决定，他直接放弃了这个人人称羡的光环，跑去泰国的森林寺院出家当和尚，而且这一待就是整整17年。比约恩的这段真实人生经历，让他成了一位超棒的引路人。他把古老的东方哲学完美的翻译成了我们现代人完全可以无痛上手的日常指南。那么第一部分，我们就先来看看痛苦的根源。带有偏见的心智。这本书非常犀利地点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绝大多数心理痛苦，其实都是我们自愿，而且是自己造成的。哇，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对吧？但这刚好完美呼应了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古老概念，也就是庄子里面提到的诚心。什么是诚心呢？它指的就是一颗被我们的文化、语言还有个人主观经验给限制住的偏见之心。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就是把大脑自动跑出来的念头，或者我们自己的主观视角，当成是这个世界的绝对真理。我们就这样死死地卡在自己编织的思维滤镜里面，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重点是我们自己还完全没发现。所以啦，人类大脑里面最具毒性的一个想法，绝对就是坚信我是绝对正确的。当我们超过值的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代表绝对的对，别人都是错的时候，就会引发没完没了的对立跟摩擦。这种超级傲慢又狭隘的认知死角，可以说是在生活中制造了无序的阻力，直接把我们关进自己打造的牢笼里，也彻底毁了我们获得内心平静的可能。说白了，只要你一天不放下这个念头，你就等于是一天到晚都在跟全世界打仗。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也就是我们的实践1，打破二元对立。为了摆脱刚刚说的那些大脑认知局限，这份解析为我们准备了3个超级实用的现代心法，来帮我们找回自由。第一个简直像是一句魔法咒语，那就是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我可能错了。比约恩在森林里修行的时候，他的师父就教他，当冲突眼看就要爆发，当你感觉到自己血压狂飙，心跳加速，心里那股想要防卫、想要立刻开口反驳的冲动快要冲出来的时候，试着在心里非常真诚地对自己连说3次这句话。这招真的超神，它能瞬间瓦解我们的防御机制，让你紧绷的神经立刻放松下来，你就不会再急着要去武装自己了。这句超级现代的魔法咒语，其实精彩地呼应了庄子非常古老的齐物思想。齐物也就是万物齐一、平等的概念。庄子认为啊，这世间所有的是非好坏，其实都只是人类自己想象建构出来的。
我们死死坚持的对与错，往往只要换个立场，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主观见解了。所以，当我们用“我可能错了”来打破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时，我们就能用更谦虚的态度去包容不同的视角。你想想，当你真正放下“我必须是对的”这种可怕的执念时，你是不是就等于为理解、为和解，甚至为生命的奇迹腾出了一大片广阔的空间呢？接着来到第3部分，实践2：心灵的斋戒。面对大脑每天像瀑布一样源源不绝，甚至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念头，古代跟现代其实有着超级惊人的共鸣哦。在古代，庄子提出了心斋，也就是要把感官跟主观偏执的杂音给排空。另外还有坐忘，就是要忘掉世俗规范的执念。那到了现代呢？这完全就对应到了临床心理学里面一个很夯的技术，叫做认知解离。这两边虽然差了2000多年，但核心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要帮我们把心智里面那些主观的、吵死人的干扰音给清空，让我们不要再被自己的执念绑架，把大脑的清明还给自己。这边最关键的精髓就在于，你永远无法阻止念头跑出来，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相信它。其实我们的大脑啊，就像是一台永远不关机的念头制造机，每天疯狂产出成千上万个想法。但是听好了哦，我们根本不需要对每一个念头都照单全收。当我们学会退一步，把这些大脑里的想法当作是天空飘过的云朵，就只把它们看作是刚好经过大脑的过客，而不是什么绝对的真理。只要你能做到这样，你就能从愤怒、焦虑这些负面情绪的无期徒刑里面彻底解脱出来。好的，第4部分，实践3：拥抱无常。我们要讲的第3个心法，直接面对了全人类对于失去还有掌控欲的终极挣扎，那就是这也会过去。比约尔甚至把这句话直接刻在他的结婚戒指上，当做一个永远的提醒。我觉得这个举动真的非常动人，因为它随时都在提醒着我们，不管你现在经历的是人生中最极致、最甜蜜的快乐，还是最深沉、最黑暗的痛苦，它们的本质通通都是流动的、短暂的。生命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一旦我们试图死命抓着某个美好的瞬间不放，或者拼命去抗拒某个痛苦的时刻，我跟你说，苦难就在那个当下诞生了。这根本就完美呼应了庄子安之若命的哲学原则嘛。所谓的安之若命呢，绝对不是叫你消极的去认命或是双手一摊放弃哦，它其实是一种充满大智慧的臣服。它要我们坦然接受生命的流转跟生死的必然，就像我们超级自然的接受春夏秋冬4季交替一样。春天花开，我们就开心欣赏；秋天叶子掉下来，我们也不用觉得悲伤。这种哲学就是要教我们顺应命运的自然流动，然后从里面获得那种最深刻的内在平静，而不是去做那些让人绝望又超级耗费心力的无谓抵抗。事实上，比约恩本年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亲自面对了这项哲学的终极测试。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被诊断出罹患了非常残酷的渐冻症。面对身体机能一点一点的凋零，还有生命的倒数计时，他完全没有陷入那种绝望的抗争，也没有对命运感到愤怒。相反地，他竟然把这个不可逆的疾病当成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位精神导师。他带着巨大的爱、超温暖的幽默感，还有无比安明的内心去拥抱这个结局。这简直是完美体现了庄子那种超越生死与道合一的豁达境界。这真的是一个用生命在实践学者，超级震撼人心的真实故事。最后，第5部分，我们来谈谈终极目标——绝对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好好实践这套心灵减法，最终我们就能解锁庄子哲学里面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逍遥。想要达到这种逍遥自在的境界，关键就在于一项超级核心的生存策略，叫做外化而内不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在我们外在的行为上，我们却顺应外部世界的变化，跟这个世俗社会圆融的相处。但是在我们内心最深处，却始终保持着像水晶一样澄明、完全不执着的状态。也就是说，
你根本不用跑到深山里隐居才能得到平静，你大可以挤在吵得要命的捷运上，或者是坐在高压又紧凑的办公室里面，却依然保有一颗全然自由、完全不受外界纷扰影响的心。总结一下，想要获得日常生活中的平静，其实只要简单的3个步骤。第一，当冲突发生，情绪快要爆炸的时候，温柔地在心里对自己承认，我可能错了。第二，学会认知解离，不要再傻傻的去相信大脑产生的每一个念头。第三，在面对强烈的执着或者失去的时候，随时提醒自己，这也会过去。这份现代版的庄子实践手册真的告诉我们一个大秘密，那就是寻找内心的祥和其实超级简单，你唯一真正需要放下的，就只有那股想要掌控一切的冲动而已。那么，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我想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留给大家去想象。如果从今天开始，你真的放下了那种总是需要去证明我是对的疲惫需求，你想想看，你的生活能变得多么轻盈呢？这绝对不是要你委屈自己或是放弃自我哦，这是要帮你赢回内心真正的自由。非常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大家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跟平静，把庄子这种超棒的智慧应用在你接下来的每一个日常当中。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